一次离奇的点外卖经历，竟让小姐姐差点因此丧命。2022年9月，天涯有位小姐姐发帖讲述了自己前不久点了一次外卖，让她因此遇到一些恐怖的遭遇。出车祸身亡的外卖骑手依然在给自己送外卖。诡异出现在家中的纸条，以及楼主晕倒后看到的外卖小哥，这就是楼主的亲身经历。之小姐，你的外卖到了。这件事据楼主说是发生在2021年的8月份。楼主是安徽人，当时在铜陵市某个广告设计公司上班。那段时间公司上班忙，经常来不及吃饭，有时候忙起来要到晚上9点才下班回家。有次楼主没吃饭，晚上9点过回到家，已经饿得不行了，加上又累，楼主掏出手机在家点了份外卖。楼主说他只记得那天天气很差，外面还下着雨，等了许久还不见外卖来，加上那天自己又累又饿，心情也十分糟糕，于是忍不住给那个外卖小哥打去了电话。电话里楼主说他自己说话很冲，质问外卖怎么还不到，这都什么时候了。听筒里传来外卖小哥不停道歉的声音，还说下雨天路不太好走什么的。楼主烦得挂断了电话，于是又等了差不多10几分钟，还不见外卖送来。这回楼主忍不了了，又再次给外卖小哥打去了电话。等外卖小哥接电话后，楼主就是对外卖小哥一阵的咆哮和谩骂。但让楼主奇怪的是，这次外卖小哥出奇的没有打话。渐渐楼主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是一阵阵的电流声，还有汽车的轰鸣声。楼主没得到外卖小哥的回话，气愤地挂断了电话。挂了电话后，楼主又等了有7、8分钟的时间，自己的门铃被按响来，紧跟着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：小姐，你的外卖到了。听到说是自己的外卖到了，楼主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门。门外是个30来岁的外卖小哥，小哥的衣服上还有一些黑色的泥水，看起来像是在路上摔了一跤。外卖小哥看到楼主开门后，急忙对着楼主道歉说：对不起，这是你的外卖。楼主接过外卖后摸了一下，随即对着外卖小哥大发雷霆：你是干什么吃的？外卖都凉透了，现在你让我怎么吃？随即当着外卖小哥的面把外卖丢进了垃圾桶里，随即说了句你等着被投诉吧。说完楼主就关上了房门。这句话似乎点燃了火药桶，外卖小哥整个人都变得狂躁起来，不停地砸着楼主的门说：你为什么要投诉我？你知道为了送你这份外卖我付出了什么吗？楼主也被外卖小哥的砸门声吓到了，于是朝着门外大喊：你再砸门我就报警了。喊完这句话，门外也安静了下来，似乎是外卖小哥放弃走了。但接着又传来一句话说：你放心吧，明天不会再迟到了。这句话让楼主有些疑惑，于是楼主从猫眼往外看了看，外卖小哥确实走了，只是他不知道，从这开始，可怕的事才刚刚开始。楼主起床照常去公司上班，刚进办公室，就看到一大群人围着讨论什么。楼主按耐不住好奇凑过去听了听，原来大家讨论的是昨晚上有个外卖小哥在本地发生了车祸。起初楼主没有在意，因为每天发生了那么多车祸，于是朝着自己的工位上走去。刚坐下，楼主就想到了自己昨晚投诉的那个外卖小哥，浑身都是泥水，旁佛时摔过一跤，不会是他吧？随即楼主又摇了摇头，应该不会是他，如果是他就不会再继续给自己送外卖了。虽然这么说，但楼主还是忍不住拿出手机来搜索昨晚发生的那起车祸。可看着看着，楼主当场就呆住了。昨晚上确实有辆大货车和外卖员相撞，外卖小哥当场身亡，而那外卖小哥的照片就是昨晚给自己送外卖的那个。再看了看时间，发生车祸的时候是21点48分，这个时候刚好是楼主给外卖小哥打去第2个电话的那段时间，不会是自己打电话造成的车祸吧？可要是外卖小哥那会就出车祸了，那是谁给自己送去的外卖呢？越想楼主越心慌，整天都是浑浑噩噩的，一直到下班回家，楼主都是懵的。这种状态一直到了晚上21点48分，楼主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过来，也被这阵敲门声吓了一跳，赶紧起身跑去开门。门开后，楼主往外看看了，外面空无一人，在门边的地上却放着一个塑料袋，像是一份外卖。楼主也没有点外卖，正想着是谁点的，于是把塑料袋拿起来看了一眼后，楼主被吓得整个人都呆住了。那份外卖和他昨晚上点的一模一样，塑料袋上也沾着一些泥水。楼主被吓得赶紧把外卖丢了出去。在楼主丢出外卖的瞬间，有张纸条从外卖袋上掉了下来。此时楼主根本管不了那么多，赶紧关上了门，跑回床上躲进被窝里。这种事已经超出了楼主的认知范围，他也知道可能自己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。那晚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，反正醒来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。想起了昨晚的事，楼主急忙打开了门，门外的那份外卖已经不见了，留下的只有昨晚从外卖袋子上飘下来的纸条。
楼主捡起来一看，只见在那张纸条上面用着红色的笔写着几个大字：今天我没有迟到，明天我也不会迟到。看到这几个大字，楼主瞬间被吓傻了，心里不停地想着这句话的意思，难不成明天他还会来？那以后是不是他每天都会来？想着想着，楼主只感觉一阵阵的恐惧感袭来，他此时是多么希望是有人在给自己做的一个恶作剧。就这样，楼主整天上班又是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，一整天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导致工作上出了不少的失误，还因此挨了不少骂。等楼主下班回家，还在想今天晚上外卖小哥会不会再来。在恐惧中等到了晚上21点48分，果然那个敲门声又准时响了起来。一阵阵的恐惧感袭来，这次楼主没敢开门了，哆哆嗦嗦地靠近门边，从门上的猫眼里往外看去，果然在外面看到有个穿着外卖衣服的人影。那个人低着头，头上还戴着个头盔，楼主也看不清是谁，只想那个人能尽快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似乎那个人感应到了楼主正在看他，于是他也抬起头来，从猫眼里盯着楼主看。楼主也看清了那个人的面孔，果然是那天晚上的那个外卖小哥。就在这时，楼主的电话也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。楼主慌忙中想挂断电话，可不小心点到了接通的按钮。电话接通后，传来楼主熟悉的声音：小姐，你的外卖到了。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楼主紧绷的神经也承受不住了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楼主说在他晕过去后，一直做着一个梦，梦里那个外卖小哥走进了他的家，他和那个外卖小哥一直说这话，并且聊得还挺开心的。最后那个外卖小哥走了，走的时候还跟楼主说了声抱歉。等楼主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老家的房子里，坐在他床边的是他的爸爸妈妈，在楼主爸妈旁边还坐着一位老奶奶。楼主说那个老奶奶他是认识的，还带着一些亲戚关系。传闻那个老奶奶还会处理一些稀奇古怪的病，还有撞邪什么的。以前楼主是不相信这些的，但现在自己刚刚经历了一番，加上刚醒来又看到他在身边，也大概知道了自己遇到的一些事。老奶奶看到楼主醒过来后，抓住他的手腕把了把脉，随即说没什么事了，还叮嘱楼主说以后说话要注意留口，别什么话都说。楼主听他这么说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可却发不出声音。老奶奶也没有过多停留，转身跟楼主爸妈叮嘱一番后就走了。大概过了1-2天的时间，楼主才能开口说话，但说话声特别沙哑，于是开口问了他的爸妈这是怎么回事。他爸妈这才告诉他后来发生的事。原来楼主昏倒那天，第2天天亮后邻居出门，发现楼主住的房子门开着，楼主晕倒在了门边的地板上，于是打电话送了楼主去医院。邻居也从楼主手机上翻出他爸妈的联系方式，通知了他的父母。等他爸妈来带着他做了一番检查，可不管怎么检查，楼主就是醒不过来。没办法，听说村中的这位老奶奶会看这些怪病，于是带着楼主去找了这个老奶奶。没想到老奶奶真的能治这个，也把楼主治好了。再后来，楼主醒过来后，在家躺了半个多月，身体这才彻底的恢复过来。从那以后，楼主也尝了教训，至此再也没有对其他人恶语相向了。